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在2023上海车展上，德国宝马 Mini 冰激凌事件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一片哗然。在这特别敏感的时期，对宝马 Mini 来说，是次本可以避免的公关危机，在中国市场造成的冲击不可谓不小。从这件事可以看出 ，Mini 内部危机管理及危机处理太差劲。另外，公共关系部门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冰激凌虽小，但势大。一个冰激凌也没多少钱，按理说与一辆车的价格比起来，简直是九牛一毛。聪明的人肯定不会在这种小钱上节省，所以这应该不是省钱的问题。网上不少人指责是宝马 Mini 存在严重的种族主义，歧视中国人。也有的人大骂那两位站台的女性工作人员崇洋媚外，对同胞冷眼相对，但见到老外，那张阴天的脸立即转晴。不仅奉送冰激凌，而且对那位拿到冰激凌的外国人耐心讲解，反差之大，简直是赤裸裸的耻视本国同胞。但我不认为是宝马 Mini 有意为之。据我对德国企业的观察，他们不会这么对待消费者或潜在客户。而且 Mini 到这个重要的车展来，是为了做广告，而不是让自己中枪。所以我相信 Mini 管理层不会弱智到这个地步。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从那两位现场工作人员的年龄及态度来看，确实不像宝马 Mini 的正式员工，倒像是请来帮忙站台的。这两位女子就是典型的那种崇洋媚外的中国人，对自己人冷眼相对，对老外，特别是白人老外，极尽谄媚之能事。这类中国非常年轻的中国人，一般教育程度比较低，对外国的了解完全凭自己的想象及网上一些吹捧外国的视频，不会用自己的脑子分析。就像那种国外一月收入10万一切全免费的神话都相信的脑残一样。其实他们不知道，宝马 Mini 如果没有中国人买，可能早就破产了。分发的冰激凌就是用中国消费者的钱买来的，凭什么给老外吃而不给中国人吃呢？从现场画面来看，白人老外不仅拿到了冰激凌，工作人员还非常贴心地教他们如何食用冰激凌。当拍摄者上去也想领取冰激凌时，再度遭拒，给出的理由是这是限量版的冰激凌。视频的拍摄者说，看到展台附近正在吃冰激凌的都是外国人，没有中国人。真的让人为这两位宝马 Mini 工作人员感到非常悲哀，又很气愤。这段视频在国内互联网上迅速发酵，引起大量网民围观与不满。有网民评论说，第一次看到如此光明正大的双标。还有人讽刺地说，顾客就是想吃点凉的，宝马直接让顾客心凉，太体贴了。更有人讽刺写道 BMW 等于别买我。但也有人表示同情工作人员的处境，认为可能是因为冰激凌数量有限，或者领导指示而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我估计是这两位现场的露女人自作主张，或者是参展 Mini 项目主管的意思，但应该不可能代表 Mini 的企业文化。说白了，搞出这种事，底层逻辑还是由于某些中国人的崇洋媚外，这是根源。这绝非中国人的好客之道，而纯粹是看不起自己，作践自己。当然，因为是替德国宝马 Mini 站台，在外人看来，看见的就是这家公司，代表的也是这家德国 Mini 公司，所以最后背锅的当然是德国宝马 Mini。但是，宝马 Mini 危机管理真是太差了。不到20小时，他们在官方微博上发了2条所谓致歉消息。第一条表示，发放冰激凌活动的本意是给逛车展的送上一份甜蜜，但因内部管理不细致和工作人员失职，引起大家的不愉快，对此道歉。我们可以看到，第2条道歉在第2天早上9点发出，前面一段的文字大概重复了第1条的内容，但这次为什么发给老外做出了解释。宝马 Mini 的官方微博说，事实上，除了每天300份的发放外，我们还预留了非常少的一部分给我们现场非常辛苦的同事。大家视频里看到的4、5个老外就是同事，他们佩戴了员工的胸牌。另外，由于我们流程的疏忽和管理的不细致，导致了不好的体验。事件当中的2位礼仪小姐姐也是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可不可以请大家给他们多点宽容和空间呢？如果真如宝马 Mini 说的，那几位老外是同事，只能说明他们内部管理混乱，连起码的敏感都没有。另外，该微博还反问，
意思是你们这些网民凑什么热闹，不懂得尊重刚踏入社会的小姐姐吗？这种我没有错，错在你们的口气，让人真的难以接受。这不，越道歉越显示宝马 Mini 没有诚意，所以连我这个本来觉得不是宝马 Mini 管理层本意的人，现在对宝马 Mini 也没有任何一点好感了。管理如此混乱，如此不知道自省的公司，它的产品能好吗？即使产品好，但人品不好，我作为消费者肯定会罢买。另外，冰激凌事件发生后，有不少趁热点的自媒体人员跑到 Mini 展台前搞直播，和现场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后来又被多名安保人员强行带离。网上各种疯传。会展中心治安派出所民警回应此事时表示，事实没有网传那么严重，估计这冰激凌门还会被各种媒体炒作下去。冰激凌事件给宝马公司的股价带来了压力。德国宝马的股票在4月20日大跌 3.6%， 市值蒸发24亿欧元，折合人民币183亿元。昨天又小跌，市值再度蒸发。在当下，德国汽车在中国总体来说越来越不受欢迎的情况下，只能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时机很不好啊。这对宝马 Mini 来说，用人不当造成的形象损失不可估量。当然嘛，中国厂商乐开了花。冰激凌事件也造成了国际轰动，连德国主流媒体、美国 CNN、英国 BBC、奥地利德语媒体等等等等都做了报道。德国最大的日报之一南德意志报对此做了报道，可惜是收费文章。我们来看看简短的介绍，宝马是如何在中国惨遭翻车。配图说明，宝马面临形象问题，因为黑帮喜欢买宝马车，在中国已成习惯了，但冰激凌，宝马 Mini 想在上海的车展上给参观者一个小惊喜，但这最终导致了一场灾难，后果很严重。上海车展上的一段视频，目前正在中国互联网上激起人民的愤怒。该视频显示，宝马品牌 Mini 展台的2名年轻女性工作人员在分发冰激凌。当2名中国参观者走近他们时，这2位工作人员把他们赶走了，说没有冰激凌了。不久后，一名白人男子来到这里，女生看了一下，确实还剩几份，就给了一份给该男子。当被问及这种行为时，一名工作人员又把装有冰激凌的冷藏箱放了起来，接下来就看不到了。连德国财经门户网站对此也做了报道。上海车展上宝马的冰激凌门事件，路透社上海报道，本来是要给参观者的一个小惊喜，然后变成了对宝马公司的网络骚扰。在上海车展上，宝马子公司 Mini 展台上的免费冰激凌引起了社交网络微博上的讨论。网友指责这家德国慕尼黑汽车制造商存在歧视，展台工作人员而不是中国参观者。Mini 公司对这一事件道歉，并宣布他将更好地培训其展台工作人员。宝马在 Mini 展台上发放了免费的冰激凌。一段视频显示，2名中国人被拒绝，声称没有冰激凌了。然而不久之后，一位西方人来，却得到了一份冰激凌。据当地媒体报道，关键词宝马 Mini 随后在微博热搜中排名第2，点击量超过9300万。许多网友对这事件发表了负面评论。该事件发生在星期三。一位熟悉该事件的人士说，该展台为客人准备了300份冰激凌，事件发生时，冰激凌已经发放完了。这位西方人是宝马公司的员工，展台人员不是宝马公司的正式员工，只是作为展会的临时工被招聘而来。近年来，中国消费者多次对外国和国内公司的行为做出敏感反应，其中一些抗议以社交网络上的屎尿风暴开始，后来导致了抵制行为。2019年，这对度假班纳造成了冲击。在明星和社交网络上的用户将一个广告活动视为种族主义后，这个奢侈时尚品牌的业务有所下降。这家意大利公司进行了道歉，并请求原谅，并说这是文化误解。后来拒绝使用新疆棉，导致了许多西方时尚品牌，包括阿迪达斯、耐克和彪马，遭到中国消费者抵制。网红们呼吁罢买这些产品。德语的《信使报》还有 TZ 日报对此也做了详细报道。现在我们来看 TZ 日报的报道。宝马 Mini 在中国遭遇屎尿风暴，因为失败的营销活动。在上海车展上， Mini 公司想用免费的冰激凌来取悦参观者，
但英国人的营销活动适得其反。各汽车制造商目前正在上海车展上展示他们的创新，例如极星一个缺失的后窗引起了人民的注意，而 Mini 也是车展的话题之一。然而不是因为2024年的新车型，而是因为这家英国公司的一场营销活动出了问题。德国之声点评，这家媒体的老板可能比较民族主义。丑事发生时说 Mini 是英国人的公司，其实 Mini 早就属于德国宝马了。好，我们继续。在展会上 Mini 公司分发了冰激凌，以吸引参观者到他们的展台，当然是免费的。这做法被新人接受，但比宝马子公司的预期要好一些。冰激凌很快就派发完了。宝马 Mini 在中国遭遇屎尿风暴，因为失败的营销活动。如果他们没有为自己的员工保留冰激凌，并在展台上分发的话，这本身并不是个问题，这并没有引起参观者的注意，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之前中国人被拒绝给予冰激凌后，但外国人得到冰激凌的视频引起了众怒。配图说明，在 Mini 展台上，为上海车展的参观者提供了免费的冰激凌，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凭借9300万的观看量，宝马 Mini 一度上了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的热搜第2名。在那里，许多用户发泄他们对这个英国品牌的不满。本着好客的精神，冰激凌先理智地分发给客人。一位用户明确表示，另一位声称宝马 BMW 代表着 B 就是冰激凌的冰，然后 M 代表免费， W 代表外国人，也就是冰激凌免费给外国人。 Mini 在中国遭遇屎尿风暴，随后迅速道歉。显然，正如 Mini 公司在微博上解释的那样，每天只计划为参观者提供300份冰激凌。此外，据称这些外国人是宝马的员工，因此这并不是什么丑闻。然而这种情况是如此不幸，以至于激怒了数百万人，因此难怪 Mini 公司感到不得不道歉。在微博上，这家汽车制造商写道， Mini 这次的初衷是为初夏来到我们展台的朋友们提供清凉，让大家能以更多的快乐和舒适来参观我们的展台。尤其是气温相对较高的情况下，这场骚乱被解释为工作人员的失职。但即使是这样的道歉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从评论中可以看出，如果我会说英语，我可以吃到冰激凌吗？我不相信工作人员没有收到上面的指示，真是大惊小怪，下次别再让人拍照了。朋友们，甚至德国经理人杂志对此也做了报道，标题为宝马在中国的冰激凌灾难。来自中国品牌的竞争正在给德国汽车制造商带来困难。多年来，他们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现在比亚迪等竞争对手已经超越他们，并准备在国际市场上大放异彩。这是德国汽车业的一个关键阶段。屎尿风暴来的不是时候，但宝马恰恰受到了一次冲击。然后经理人杂志也对冰激凌事件进行了一番描述，与前面德语媒体提到的差不多，在这里就不再翻译了，可惜都没有读者评论。美国 CNN 对此也做了报道，大部分内容与德语报道一样，我们只选择德语媒体没有提及的部分来翻译。中国是宝马汽车最大的市场，大约10年前就已经超越了美国市场。去年，宝马集团向中国交付了 79.2 万辆汽车，而美国为 36.2 万辆，欧洲为 87.8 万辆。在一份声明中说，德国之声提醒大家， CNN 做新闻是自带风向的。接下来这段嵌入了 CNN 自己的观点。 CNN 是这样说的，近年来主要的西方品牌在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审查，在政府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中国的消费者对感知的轻视变得越来越敏感。在微博上，宝马 Mini 道歉的标签在周五被浏览了 5.3 亿次，其他几个相关的标签也上了该平台的热搜。随着中国消费者变得更加富有，宝马汽车已经成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2010年，一位参加中国流行的约会真人秀节目的选手宣称，我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这种毫不掩饰的对物质主义的认可已经成为网上的一种流行语。这家德国汽车制造商加入了一个越来越多的全球品牌名单，
这些品牌受到了中国公众的抨击或面临抵制，原因包括在其网站上没有将台湾列为中国的一部分，以及批评在中国新疆地区的所谓强迫劳动，许多公司不得不发表道歉声明。现在民族感情已经占据了许多人100%的脑容量，他们可能在许多事情中感受到歧视。广受欢迎的超级应用程序微信上的一名用户谈到备受争议的宝马冰激凌事件时说，爱国主义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本能的反应。好的，朋友们，这是 CNN 的全部报道。德国知识点评，可以发现 CNN 的报道掺杂了大量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与此相比，德国的报道反而相对中立。大家看到了吧？ CNN 带风向也太明显了，通过西方的话语权这样给全世界洗脑。从这一条新闻，大家是不是也觉得 CNN 不是什么好东西？最后我们看看英国 BBC 在 YouTube 油管频道上的报道，标题为迷你公司回应中国冰激凌的种族主义风波。其实报道本身我觉得了无新意，女主持人连线 BBC 驻新加坡的记者，没有任何现场画面。那个男记者呢，不拉不拉不拉一番，算是描述冰激凌门的经过。目前为止有5万多点击，但是我不得不说，西方特别是昂萨媒体的报道都一个德行。那个驻新加坡的记者说，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还提醒外国公司在中国经营要小心。对西方的报道方式，我真的是服了。好，朋友们，现在我们来看看观众们的评论，也从关注度最高的来翻译。因为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英语，所以我只翻译几条评论。如果你想为你的员工举办一个事后派对，那就关起门来，或在另一个地方举办，而不是在参展客人的眼皮底下。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宝马迷你公司在中国没有哪怕一个中国员工？下一位，想象一下，在英国参加一个活动，工作人员完全不理会你，但当一个非英国人过来时，工作人员就像狗见到主人一样殷勤，给你端来茶和饼干。我想这也会在新闻中出现吧。下一位，估计这位是华人，他说，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流传的视频显示，这2名迷你工作人员先是冷淡地拒绝了向一名中国女性提供冰激凌，而在几秒钟后却向另一位外国男性客人提供了冰激凌，并露出灿烂的笑容。这不是种族主义或类似的行为吗？为什么这条新闻简报暗示外国公司在中国市场需要谨慎呢？我不明白。下一位，当你看到有人获得冰激凌，而你却得不到。下一位，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贵的冰激凌。下一位，为什么不提供一个现场视频，让观众自己判断，但让一个不在中国的记者讲一个故事？下一位，有人会认为迷你汽车去上海为他们的汽车做广告，并决定拒绝给中国展客发放冰激凌吗？这完全没有道理吗？下一位，不，这是真的。我在香港旅行时注意到了这点。在机场，我看到一大群西方人要求并获得座位升舱，而当地人则被拒绝。在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上，当某项选择不多时，空姐让西方人选择，但却把他有的东西直接给了当地人。我们可以假装它没有发生，但它确实发生了。下一位，你能想象在英国 Costco 开市客超市只根据肤色给某些人提供免费样品吗？然后当英国人抱怨时，记者说，在英国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地提供免费样品，因为这里的人是非常敏感的。下一位，我是中国人，说实话，这件事在我听来更像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而这次正好发生在宝马迷你身上。我不相信他们去中国推广他们的汽车，同时明确或甚至隐晦地要求他们的员工用一些冰激凌之类的东西更好地去招待外国人。我想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确实已经疯了，肯定是政府在幕后推动的。星际飞船发射的直播是有一些个人流媒体播放的，他们在几分钟内就被抖音 TikTok 中文版关闭了，
可能是担心中国人知道美国的 SpaceX 可能会成功发射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箭测试。而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微博上基本没有任何热门话题。而紧接着4月17日的碰瓷和4月20日的事件大爆发，几乎所有社交媒体上的头号热门话题都是那个失败事件的新闻。多么可笑的宣传机器，我为他感到羞耻。德国知识点评，这位自称中国人的网友语气与昂萨媒体一样，甚至比昂萨媒体更进一步，还说是中国政府在幕后推动的宣传，让人叹为观止。下一位，冰激凌的派发做得不好，任何国家的人看了这个视频片段，都会对被认为是选择性派发冰激凌的做法感到愤怒。好的，朋友们，关于冰激凌门事件，从西方媒体视角的报道就到这里。这一次比较明显的是，美国 CNN 及英国 BBC 带风向非常严重，故意抹黑中国，而德国媒体相对来说中立一点，至少没有明显的带风向。大家怎么看呢？